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真的大家吵到不行的话题 ：AI 到底是不是艺术家的末日？网络上你随便滑一下，各种讨论，有人觉得完蛋了，创作者要集体失业了，但也有人觉得，这根本是杞人忧天。但我觉得光说不练其实没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不谈那些很空泛的理论，我们要透过一个非常真实而且超级热血的故事来深入拆解这个问题。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 BOSS 的 DJ 双人组，他们的故事真的超酷，可以说是完美浓缩了科技、艺术还有我们这个时代在所谓的梦想跟现实之间那个最纠结的职涯选择。好，我们直接切入故事的核心。但在介绍主角之前，我想先问荧幕前每一位一个问题，一个可能很多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曾经反复问过自己的问题。你看看荧幕上这个选择题，如果你从一间顶尖名校毕业，你会选择一条安稳的路，还是去追一个可能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你在乱搞的梦？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哦，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今天主角身上的残酷困境。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对兄弟 Bernie 跟 Johan Yang， 他们组成的电音团体叫做 Booz， 在圈内被粉丝称为宝藏兄弟。你先看看他们的学历，真的会吓到你。哥哥 Bernie 毕业于南加大 USC， 主修经济跟金融。弟弟 Johan 更猛，是 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各位，这两间都是世界排名前20的顶尖名校，对吧？他们在美国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亚洲家庭长大，基本上就是那种从小到大你爸妈嘴里不断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照理说啦，有这样子的学历背景毕业之后的路根本不用想，闭着眼睛都能走。不是进华尔街当年薪100万美金的分析师，就是去矽谷当科技新贵，一条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就直接铺在你眼前。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他们选择了一条让他们的家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路，当全职的 DJ。 这个决定直接引爆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家庭革命。他们的父母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对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邪门歪道。各位，你听听看，这4个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吗？当你把你所有的热情、你所有的梦想全部都赌在一件事情上，结果你最亲的家人却用这4个字来定义它，那个打击到底有多巨大？所以BOSS接下来的整个奋斗故事其实都不只是为了实现音乐梦想而已，它更是一场漫长的革命，为了要向家人证明他们选择的不是歪路，而是一条同样可以通往成功的正道。好，那重点来了，他们到底是怎么从这个谷底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们的起点可以说充满了戏剧性的反差。你看这张投影片的对比，左边是父母期望的康庄大道，金融、地产、稳定的高薪办公室工作，而右边呢是兄弟俩残酷的现实。先说哥哥 Bernie， 他从南加大毕业后，为了继续做音乐，他跑去开 Uber 赚生活费。你以为这样就够惨了吗？不，他把他的录音室塞在洛杉矶一个小公寓的衣柜里。你没听错，就是那个放衣服可能还有樟脑丸味道的衣柜。一个世界名校金融系的高材生，白天在洛杉矶街头当 Uber 司机，晚上就窝在那个连转身都很困难的衣柜里，对着电脑做音乐。各位，这个画面是不是非常冲击？那弟弟 Johan 呢？他在伯克莱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曾经分享说，大学头2年他其实非常迷惘，完全不知道人生意义在哪，每天浑浑噩噩，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差点被退学。但就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候，是音乐，是跟哥哥一起做 DJ 的这个梦想把他给拉了回来。他告诉自己，如果连学业都搞不定，那还谈什么梦想？于是他开始拼命念书，把成绩拉回来。同时，他开始在学校里办活动、组社团，用他在伯克莱学到的那些知识，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起BOSS 这个品牌的雏形跟社群。你看，又是热情，反过来驱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这点真的很有意思。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的职涯轨迹真的不是光靠热血就能一帆风顺。这张时间轴就很清楚了，他们从2015年正式出道，慢慢累积作品。正当事业准备起飞的时候，一个全球性的灾难来了，2020年新冠疫情。
所有现场表演、音乐节全部取消。这对 DJ 这种完全靠现场演出的音乐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是直接宣判失业。在这种绝境下，他们做了一个超大胆的决定，买了单程机票，直接飞到当时市场还很活跃的中国，从零开始打拼。这个决定最终成为他们人生的关键转捩点。经过3年的沉潜呢，中间还包括去参加跟电音完全无关的男团选秀。经过各种挣扎跟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在2023年赢得了一个指标性的大型 DJ 比赛冠军，一战成名，也终于获得了业界和家人的双重认可。现在他们是世界100大 DJ 排名第53位的顶尖音乐人。故事听到这里真的很励志，对吧？但问题来了，他们成功的背后，除了努力和坚持，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武器，他们窝在衣柜里也不可能做出世界级的音乐。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这就要讲到彻底改变音乐产业的科技力量。如果说 BOSS 的故事是关于人的奋斗，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让这一切奋斗成为可能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核心就是这个缩写 DAW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中文叫做数位音讯工作站。听起来很专业，对吧？但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套软体，一套可以让你的笔电直接变成一个功能超完整的专业录音室的软体。录音、编曲、混音、母带后期处理，所有跟音乐制作有关的事情，几乎都能在上面搞定。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 DAW 到底有多革命性，我们来做个精细对比。在过去，比如说30-40年前，你要做电子音乐，需要的是像荧幕左边这种东西，类比合成器。你看它像不像一个老式电话的总机？巨大、复杂又贵到吓死人，上面密密麻麻的旋钮跟电线，你除了得是个音乐人，可能还得是半个电子工程师才有办法操作它。但现在呢，有了 DAW， 你只需要一台笔电，就可以在软体里面模拟出整个管弦乐团、一整个录音室的顶级设备。这就是为什么 Bernie 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衣柜里做出能在世界级舞台播放的音乐。这个科技上的典范转移带来了一个非常惊人，甚至有点颠覆性的结论BOSS 他们自己就下了这么一个注解，我觉得非常精辟。他们说，电脑让我们一个人就能创造出一整个交响乐，从技术上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是莫扎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创作复杂音乐的那个技术门槛几乎被科技彻底铲平了。以前你需要一个乐团、一个昂贵的录音室才能办到的事，现在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在他自己的房间用一台笔电就能完成。但是问题来了，当人人都能成为莫扎特的时候，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就出现了。当供给变得无限大，音乐多到爆炸的时候，你要怎么脱颖而出？好，当音乐制作的门槛降低之后，新的战场就从生产端转移到了传播端。你要怎么让你的音乐在茫茫歌海中被听到？在过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唱片公司，是电台 DJ， 他们是守门人。但现在，新的守门人，或者说新的老板，是社群媒体的演算法。BOSS 就很聪明地抓到了这个重点，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而且成功地驯化了演算法。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基本上就是这4个步骤。首先，第一步，找到利基市场。他们不做什么都沾一点的流行歌，而是专注在 Hard Techno 这种风格非常明确的曲风，并且搭配高品质的现场表演影片。第二步，持续喂养演算法。他们用同样风格的内容，高频率地发文，等于是不懂的在告诉演算法，嘿，我就是做这个的。第三步，训练演算法。当你持续做同样的事，你等于是在教演算法，你的内容应该要推荐给哪些人看。最后第4步，触及全球。一旦演算法学会了，它就会像个超级业务员，自动帮你把内容推到全世界。像是德国、法国这些 Hard Techno 的大本营，这些都是他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市场。那这个策略的成果有多惊人？你看这个数字，30万加。在他们搞懂演算法的规则之后，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在社群上就增加了超过30万名粉丝。各位，这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你砸几百万宣传费都办不到的成长速度。这完美的证明了一个重点：演算法其实是公平的，它不管你的家世背景，它只看你的内容够不够垂直，够不够吸引你的目标受众。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科技也就是 DAW 让音乐的创作民主化了，而演算法让音乐的传播也民主化了。
这两股力量加在一起，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核心也最让人焦虑的终极问题。如果一台笔电能让任何人成为莫扎特，一个演算法能让任何人红遍全球，那当 AI 可以更聪明、更快速地自动化完成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人类艺术家还剩下什么？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大哉问：AI 做的音乐真的有灵魂吗？关于这个问题 ，Boz 的观点非常务实，也很有启发性。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把 AI 看成是会取代我们的敌人，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可以赋能我们的新工具。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张比较表来深入分析一下人类艺术家跟 AI 音乐生成到底各自的优劣势在哪里。我们直接来看这张表，在速度与成本这一项，没话说 ，AI 完胜，它可以即时生成，而且成本极低，很多还是免版税的，这让它在某些应用场景上特别好用，比方说短影片的背景音乐、广告配乐等等，这些追求效率跟功能性的地方。但你看看下面两栏，情感深度跟关键差异，人类艺术家是压倒性的胜利。为什么？因为 AI 只能根据数据去模拟情感，但人类艺术家可以传递真实的个人经验。所以关键的差异就在最后这里。AI 的核心价值是效率与功用，它就像一个很能干、不会抱怨的小帮手。但人类艺术家的核心价值是无法被量化、无法被复制的品味与故事。这也带出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科技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但它同时也拉高了卓越的标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怎么做 how 这件事情因为科技的关系变得非常简单，人人都能做到的时候，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why 你的动机、你的品味、你的故事就变得无比的重要。Boz 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成功，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会操作 DAW， 或是比较懂演算法。相信我，会这些技术的人真的太多了。他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的音乐里面有他们从顶尖名校毕业，却选择开 Uber， 窝在衣柜里做音乐的那份挣扎与坚持。有他们在疫情中断炊，却依然买了单程机票到异乡打拼的那股勇气；有他们身为兄弟一路互相扶持、共同奋斗的那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我们听众真正买单的，从来不只是那些音符的排列组合，我们真正买单的是创作者独一无二的品味、他的世界观，还有他刻在音乐里的那段无法被 AI 复制的人生故事。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Boz 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家人的不解与现实的压力，只要坚持热情并找到对的方法，那条不被看好的邪门歪道也能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第二，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赋能者，像 DAW 和演算法这类的工具，大幅降低了艺术创作和传播的门槛，让每一个有故事想说的个人创作者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面对 AI 的崛起，我们不用焦虑，因为人类创作者真正的护城河，从来不在于技术，而在于 AI 永远无法复制的你独一无二的品味和个人故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